这是陈冠希2020年夏天在 Facebook 上的直播，与粉丝轻松互动。他是一名歌手、演员、潮牌老板，但每当你看到这张面孔，也许难免会想起这件事。I admit that most of the photos being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were taken by me, but these photos were very private and were never intended to be shown to anyone. I've decided to step away from the Hong Kong entertainment industry. 不只是你记得， Google 也记得，即便是现在，只要搜索他的名字，依然能在首页找到相关内容，哪怕事情已经过去了10多年。有人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而对与电子设备一起长大的 Z 时代和 Alpha 时代来说，是生存在一个充满网课、FaceTime 通话、各类社交媒体、日产1万亿张照片的世界里，令互联网的记忆前所未有的膨胀，无论这个记忆的主人是否喜欢。这是艾萨克·牛顿的手稿，虽然纸张已经氧化泛黄，但是字迹依然清晰可见。其中，在这份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手稿中，首次提出运动定律，也是牛顿经典力学的基础。2页手稿的估值已经差不多80万英镑，但如今只要借助剑桥大学的数字图书馆，就可以足不出户尽情畅读。不仅如此，其实记录过去的图片、视频、地图报道、曾经的网站，甚至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帖子，都可以被采集和存档。在过去的10年中，互联网中创建、抓取、复制、消费的数据体量已经翻了32倍。2020年疫情期间，更是超过了64个泽字节，相当于600多亿个1TB 硬盘。而当像 Google 这样的巨头整理记录下这些数字脚印后，让记忆变得简单，反倒让遗忘成为一种例外。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称集体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产物，包括家庭、宗教信仰、国家等等。比如2013年一篇来自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表明，不同年代的美国人对2战、南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的回忆和观点不尽相同，也形成了不同的群体记忆。而传承记忆的介质也从纪念碑、纪念馆逐渐数字化为社交媒体存档或是搜索引擎索引，所携带的群体记忆也变得更多元。但当这种记忆来源于个体的负面信息时，往往会以牺牲受害者的隐私为代价。Google 在过去20年中将隐私条款越改越长，从600字增加到4000多字，前后改进了30多个版本。其动机就是为了能更好地应付来自个体用户源源不断的关于隐私侵犯的诉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一名叫 Mario Castoja Gonzalez 的西班牙人的案件，后被称为 Google 西班牙案。Gonzalez 在该案件中控诉 Google，声称在用他本人的名字的搜索词条中，有一篇1998年西班牙媒体对其债务情况的负面报道。报道内容本身虽然属实，但与其本人当下的生活无关，且已经造成了名誉损害。The case originated in Spain. A man there argued that when a Google search turned up an auction notice of his repossessed home from back in 1998, that somehow that being out there was a violation of his privacy rights. 而最终结果是 Gonzalez 不仅赢得了欧盟法院的支持，并在同年令 Google 收到近20万条要求删除网络链接的申请，预计70万条链接。而该案件中的关键就是欧盟法院承认的这个被遗忘权 Right to be forgotten， 源自欧盟1995年颁布的数据保护令，意在保护数据主体在面对本身不完整或者错误的资料时，有更正、消除和阻断的权利。该条款随着时代不断完善，加强了权利中数据删除的原则。时至今日，依然在2018年颁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法 GDPR 中继续大放异彩。被遗忘权无疑给了数据个体一个淡出视野的机会，但出于对言论保护等原因，操作起来依然困难重重。比如 GDPR 17节第3条就这样写道：数据控制者如果基于保护表达自由、维护公共健康的公共利益，或是出于对历史、统计和科学的研究需要，便不再适用被遗忘权。于是在 Facebook 之类的社交媒体中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用户 A 在账户公开发布了一张照片，但因为事后觉得不合时宜，删除了照片。此时用户 A 作为数据主体， Facebook 作为实际数据控制者，数据主体可以借助被遗忘权要求控制者删除照片，并不保留任何该照片的存根。
而如果此时用户 B 在用户 A 发布照片期间，私下保存了这张照片，并在自己的账户发布出来，此时 Facebook 就可以以保护用户 B 的表达自由来拒绝数据主体，也就是用户 A 的删除请求。在这个例子中， Facebook 作为数据控制者兼裁判，依然有着掌握删除与否的绝对权利。而这个绝对权利的另一头，则是被遗忘权被滥用的可能。2014年，英国卫报发现其在2010年有多篇报道被 Google 从搜索结果中删除，其中3篇是关于英格兰某足联裁判在一场比赛中承认在判罚点球的理由上撒了谎的报道。同年7月 ，BBC 记者 Robert Paston 收到通知，其在2007年发布的关于美林证券前执行总裁 Stanley O'Neill 因深陷次贷危机而被免职的文章被 Google 从搜索结果中删除。之后，英国《每日邮报》的一篇就穆斯林人士控诉国泰航空职场歧视的采访也被 Google 删除。这些被删除的发布者会收到这样一个提示，同时在搜索相关内容时，欧盟区内的用户也时不时会在搜索结果下方看到 Google 留下这么一小段仅12个单词的声明。2014年，斯坦福大学网络社会中心的执行董事 Jennifer Granick 曾表达过对这种情况的担忧，认为欧盟这项法律可能会造成欧洲人对互联网访问权限的断层，形成一个大型局域网，进而造成更多的信息不对等。而当数据控制者在遗忘和不遗忘之间的自由裁量，背离了被遗忘权的初衷，更可能改变几代人的记忆。